姐姐，您这身衣裳真好看，方才在御膳房里，那些太监都看呆了呢。我这身衣服和玲珑小主是一样的，是苏州进贡的浮光锦。说起小主，还是最疼姐姐了，有什么好东西都留给姐姐一份儿。哎，你说，这身衣服是我穿着好看，还是玲珑小主穿着好看？原是差不多的，不过姐姐这对耳环更出众，是小主刚给的吧？她原就是穷门小户出身，再好的料子用在她身上也是白费。那奴婢去采，小主当心脚下。小主，您看，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小主，您瞧，浣碧穿的那套衣服，是不是您送给婉贵人的那套浮光锦？果然是。婉贵人也忒大方了，那么好的料子，小主您自己都舍不得穿，留了2件给她，她倒好，拿来打赏给下人了。不许胡说。浣碧是姐姐的陪嫁丫头，她素日的穿戴也比别人好些。她不爱穿戴也就罢了，浣碧她再高贵，也是个下人，赏给她，那当小主您是什么？好香的味儿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拿一些马蹄糕倒是容易，只是看见御膳房有木薯粉，就顺道拿了些过来。想到夜里做珍珠丸子给小主当宵夜，难为你想着了。自从安常在得宠，皇上也松泛了些。从前皇上一批折子就是6、7个时辰，也不知道停下来歇息。皇上听歌曲子放松些，也是应当的。你倒是懂事，不比那华妃小性子。哎，来，别怕，只是只猫而已。听说波斯进贡了一只猫，皇上赏给了3阿哥。就是这只啊。3阿哥孝心，知道齐妃喜欢养猫，便送给了齐妃。谁知那日齐妃抱了来，倒是合本宫的眼缘。齐妃便转赠给本宫了，本宫给她起了个名字叫松子，挺漂亮的。你来抱抱。哎呀，本宫忘了你怕猫的。皇后关怀臣妾，这等微末小事也放在心上。来呀，坐。其实本宫虽然很喜欢它，却也得时时处处小心着。毕竟是畜生，万一不小心被它咬着伤了自己，就不好了。皇后娘娘多虑了，松子是您一手抚养的，很是温顺呢。是吗？不过人心都难测，何况是畜类。越是亲近温驯，就越容易不留神呢。今夜是七夕，皇上邀了各家王爷与宫中妃嫔一同到畅春园去赏月，你可别迟了。
这里好幽静啊。这畅春园呐，本是康熙先帝最爱来的行宫。先帝去世以后，自然就冷清多了。啊，你看，前面就是桐花台了。小主愿意出来走走，宫中夜宴，进出总是嘈杂的，咱们不妨前去看看。桐花台，宫中难得有这样别致清丽的名字。我先前听说，这梧桐啊是最贞洁恩爱的树木，所以此台是先帝爷专为淑妃所建。唉，只可惜那个淑妃呀，在先帝那一朝那是受尽恩宠，而今却出居道家，实在可叹。怎么如此荒凉？皇上登基后，太后嫌弃桐花台太过奢靡，加之平日甚少有人来，渐渐就荒废了。再美再好的情事，也不过浮云一瞬间。桐花台如此，先帝与淑妃的情爱又何尝不是呢？是啊，你在此留后，我上去看看。可要小心呐。桐花台，你不知道那是什么花吗？谁？怎么婉贵人每次看到小王都要问谁？看来小王的长相的确难以让人有深刻的印象。王爷每次都爱在人身后突然出现，难免叫人惊慌。哎，是婉贵人走到小王身前，而未发觉小王，实非小王爱藏身婉贵人身后。桐花台树木葱郁，许是我失察，可是王爷怎不早点出声呢？小王今日见贵人大有愁态，不似往日，所以不敢冒昧惊扰。不想还是吓着婉贵人了，实非云里所愿。只是薄罪，多谢王爷关怀。宫中夜宴欢聚，婉贵人怎么出来了？今夜是七夕，自然是月色更动人了。正是。金风玉露一相逢，更胜人间无数。如将此良夜奉与觥筹交错，实在是浪费了。如王爷所说，我倒侥幸风雅一回了。婉贵人似乎很喜欢台角的小花。确实，儿时在野外田间常见，名叫牵牛花。此花在宫中甚少见到，反而更显别致了。这花还有一别名，叫夕颜，的确不该是宫中所有。薄命之花，宫中的人是不会栽植的。花朵也有薄命吗？我以为只有女子才称薄命呢。人云此花卑贱，只开墙角，黄昏盛开，明晨凋谢，无人欣赏，故有此说。如此便称薄命吗？我倒觉得此花甚是与众不同。夕颜，是夕阳下美好容颜的意思吧？王爷也是这样觉得？只是不愿意将如此清丽之花想得过于薄命罢了。贵之夜，贵人和小王避世于此，倒显得不合时宜了。我一向短视，眼前只见小小夕颜而已。听闻皇兄身边的安常在，是贵人引荐的。贵人伤感是否为他？宫中姐妹无分彼此，王爷见笑了。
其实有人分宠也是好事儿。若是婉贵人集3000宠爱于一身，而成为6宫怨恨所在，小王真当为贵人一哭啊！多谢王爷。贵人冰雪聪明，小王所言也是多余。只是小王冷眼旁观，发现贵人似乎有走入迷局之象，所以多言一句。王爷多言，难能可贵。皇兄是一国之君，做有些事情也是无奈，还望贵人多体谅皇兄。其实小王很庆幸自己并非帝王之身，许多无奈烦扰不必牵营于身。王爷美名遍天下，恐怕是许多女子的春闺梦里人呢。云里不敢贪心，指望有一位心上人可以相伴，不求娇妻美妾如云。说来容易。贵人不信小王所言，小王私下以为，如果真心对待一人，必定要对其爱护有加，不要使其心伤一丝一毫。果如王爷所言，乃是将来17福晋之幸。王爷今日所言，对我实有裨益。贵人不必言谢，我只是不希望皇兄过于宠爱贵人，使贵人终有一日步上我额娘后尘，常伴青灯古佛。帝王少有情爱，若有，也是不能见光、不被世人所接受的事情。就像是那夕颜，只开一夜的花儿。出来许久，先告辞。上次唐突贵人，实非云里所愿。温宜公主生辰那日，正是额娘当年入宫之时。我回想旧事，一时不能自持，失仪了。不知王爷说的是何时的事？我已经不记得了。是，我也记不得了。告辞。姐姐不觉得有些蹊跷吗？你说来听听。兔奶乃婴儿常有之事，
可温宜公主如此反复，若说是暑热，温宜公主住在华妃的清凉殿，那可是最清凉的所在呀。似乎从前并未听说温宜公主有过吐奶的症状，的确来势突然。或许好好照应，便会好转吧。慈母心肠，舐犊情深。但愿曹贵人与华妃能好好照顾温宜。姐姐的意思是为一己荣宠。身为母亲，这样也未免太狠心了吧？我总以为人性本善，可入宫之后所见所闻，天性亦可扭曲。我倒不能不这样恶意揣测了。我听宫人们说，前朝的妃嫔常常利用自己襁褓中的子女争宠。母亲原本是世间最温柔慈祥的人，可在这深宫之中，为了争荣宠，不惜儿女为利器。自己的儿女尚且如此，难怪历代为争储位而视他人之子为仇敌的比比皆是。姐姐也别只感慨他人了，姐姐承宠已久，也早该有自己的孩子了。我，没有的时候盼着有，有的时候又难免与人恶斗纠缠，这有无之间，还是听天由命吧。近日常听到有女子唱歌，声音宛若黄鹂。那应该是安常在。听着这个声音，让我想起当年纯元皇后在的时候。娘娘，娘娘，夜来有风，咱们还是早些进去吧。一个不会生育的女人，有谁还会在乎她的身体呢？娘娘，您别伤心了。我已经不伤心了，我心里只有恨。娘娘，我从没有忘记当年你怎么被华妃灌下红花。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，那个药的滋味一直都还在我嘴里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咱们总会有机会的。我们不仅需要机会，还需要人。娘娘的意思是，当我第一次看见他的脸，我就知道，他日后一定会帮我这个忙。这个皇上，您料是光了不？来，公主还是不见好。太医无用，微臣无能。皇上，小孩子的病急不来。这几日进的马蹄羹，臣妾看公主吃着还香，不如让他们再准备一些，大家也好一起尝一尝。也好吧，正好朕也饿了。臣妾这就让人吩咐去。本宫瞧着，刚才公主吃的香甜，应该快好了。谢皇后娘娘垂爱。也是华妃尽行照父之功，这2天她实在辛苦。小主，公主又不好了，还是吐奶，连适才施下的马蹄羹也吐出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治了2天还不见好，反而更加厉害。微臣实在是不知道。照理来说，婴儿吐奶大多发生在出生1、2月大的时候，因幽门细窄所致。如今公主已满周岁，无用。皇上先别生气，还是赶紧让太医细细查看才是啊。微臣反复思量，公主肠胃不好，想是服食了伤胃的东西。微臣想检看一下公主近来吃过的东西。皇上，微臣觉得这马蹄羹有问题，微求慎重，请皇上传常善的公公来一同分辨。小瞎子，奴才在。回禀皇上，这马蹄羹无毒，只是掺了些木薯粉。木薯粉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木薯是南阳进贡的特产，磨粉可做点心，只是根叶有毒，需小心处理。你的意思是有人下毒了？木薯粉本是无毒，只是婴儿肠胃娇嫩，吃下木薯粉会刺激肠胃，导致呕吐，长久以往会虚荣而亡。而且木薯粉与马蹄粉颜色、形状皆相似，混在一起不易发觉。皇上，近日公主都有吃马蹄羹，想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。御膳房是怎么做的事，连这个也会弄错？御膳房精于此道，绝技不会弄错。想必是有人故意。吐奶，所以就多问了几句。你觉得蹊跷？奴婢不知道。我今儿想出去走走，顺便看看公主。娘娘避世多年，何苦要出去呢？避世，只可惜树欲静，而风不止。奴才查过当了，只有婉贵人宫里曾让人在4日前来领过木薯粉，说是要做珍珠丸子，此外再无他人。
4日前，臣妾因想吃马蹄糕，就让浣碧去取。他回来时，的确带了些木薯粉，要为臣妾制珍珠丸子。那么，敢问婉贵人，木薯粉还在吗？想必还没有用完。就只有婉贵人宫里的人去领过，再无旁人吗？是。这也不能证明就是婉贵人做的。回皇上，七夕夜宴，婉贵人曾独自外出，奴婢见小主好像往华妃娘娘所在的清凉殿方向去了。你是亲眼所见吗？亲眼所见，千真万确。奴婢也看见了，当时小主身边还跟着锦汐姑姑。当日家宴，清凉殿中宫人大多随侍，所余仆妇也都多在偷闲，极有可能被人趁机在饮食里做了手脚。如此看来，婉贵人，你好狠心呐！姐姐或许言行失当，无意间得罪了婉贵人。只上次勤政殿一事，姐姐确实是无心的，并非有意要引起妹妹与皇上的误会。婉贵人若是因此而怪罪了姐姐，便只打我、骂我就是了，千万不要伤害我的温宜。她还是一个襁褓婴儿。曹姐姐误会了，妹妹并未觉得姐姐有何处得罪。勤政殿一事，也不曾让我与皇上有所误会，又何来记恨一说呢？难道是姐姐认为自己做了什么对不住妹妹的事，妹妹竟不觉得？曹贵人，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你就这样哭哭啼啼的，成何体统？是，本宫看再清楚不过了。皇后这么说，恐怕有袒护婉贵人之嫌了。华妃，你这样说话是跟本宫该有的礼制吗？臣妾并非有意冒犯，只是怜惜公主所受之罪，为曹贵人不平，还请皇上做主。就算是心疼温宜，也要尊重皇后，毕竟她才是后宫之主嘛。婉贵人，你要说什么尽管说。臣妾的确没有做过这样的事，也不会去做这样的事。那一晚你是去过清凉殿吗？臣妾的确经过清凉殿，但并未进去。当时锦汐也在，可以为臣妾作证。锦汐是你的侍婢，证词可否有用？宫中除了御膳房，就只有你宫里有木薯粉。况且有宫女目睹你前往清凉殿方向，你去之后，公主便发作，恐怕不是巧合二字可以搪塞得过去的吧？虽然事实指向臣妾，但臣妾的确没有做过，请皇上皇后明鉴。你既然说没有，那么当夜你离席之后，可曾遇到过什么人，能证明你没有进入清凉殿，也就证明你与此事无干？臣妾没有遇见什么人，但也不知道还有谁看见臣妾没有进入清凉殿。你再好好想想，要是能想起来有什么人证明你没有进入清凉殿的，你就告诉朕。如此，朕就只好让你禁足再做打算。你要相信朕，一定会查清此事，必不是一人含冤。这是你同朕说的。是，臣妾相信。如此，就先委屈你了。皇上，
当夜婉贵人是和本宫在一起。臣妾给皇上请安，给皇后请安。哎，不是说过让你免礼的吗？先坐下再说。赐座。谢皇上皇后。你这身子受不了暑热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听说公主不好，想来看看。见堂中似有大事发生，一时不敢进来。还好啊，臣妾是来了，不然恐怕这里就要唱《窦娥冤》了。端妃说当夜你跟婉贵人一起，真的吗？那日臣妾见婉贵人似有醉意，一时不放心，便同吉祥一同去看顾，然后啊，一同去了臣妾的宫中，聊了许久。吉祥，是。当夜娘娘与婉贵人讲论佛经，很是投气。后来婉贵人说时辰不早了，才匆匆回去。哦，这样说来，温宜公主的事就与婉贵人没关系了。哼，端妃真如及时雨一般呐。端妃向来在宫中养病，足不出户，怎么那晚却不顾太医叮嘱，漏夜出门了呢？久病之人的确不宜出门。那日宫中家宴，臣妾呀听到了极好的丝竹之声，一时神往，便出门了。不想与婉贵人如此有缘。是，嫔妾也有同感。哦，那婉贵人适才为什么不提及与端妃相遇之事呢？臣妾本不该隐瞒，当日端妃娘娘外出，并不想让人知道，以免令皇上皇后担忧。所以当日娘娘与臣妾相约，此事不让旁人知晓。谁知会牵扯进公主一事，臣妾心想，皇上圣明，皇后端惠必定还臣妾一清白，且不想失信于端妃娘娘，所以三缄其口。怎么？华妃，你不信吗？并非本宫多疑，只是本宫觉得端妃似乎很袒护婉贵人呢。本宫与婉贵人只有两面之缘，初次相见也是在温宜周岁的礼上。本宫病躯，本不宜多事，何故要做谎言，袒护一位不熟悉的贵人？起来。先坐吧，等一下让太医好好瞧瞧。夏天衣服单薄，别跪出什么毛病来。婉贵人很守承诺。华妃不信本宫的话呀，也是有理。臣妾刚才在堂外似乎听见有宫女说，当夜看见婉贵人前往清凉殿的方向，不如在这儿澄清一下比较好，免得日后为此事再起纠葛。你们再说一次，都是亲眼看着婉贵人进去清凉殿的吗？奴婢是见婉贵人往清凉殿方向去了，至于有无进去，似乎……什么似乎？简直就是莫须有！你呢？奴婢只是见婉贵人带着锦汐姑姑。皇上，你看呢？你看着办，只一条，不许纵容了这种捕风捉影的恶习。是。
拉出去，各自张嘴80，以儆效尤。婉贵人，请留步。婉贵人，可否愿意陪本宫走走？嫔妾正有此意。今日事，多谢娘娘替嫔妾解围。本宫帮你，自有本宫的道理。娘娘信嫔妾是清白的。那日啊，我见你带着侍婢从畅春园而来，经过我宫门口，细算时辰呢，就知道不是你。那日匆忙，却未瞧见娘娘，望娘娘恕罪。这些都是小事。温宜公主很可爱，只是她这么小，就饱受折磨。公主虽然体弱，但也是金枝玉叶，自有神佛护佑。唉，曹贵人的这个孩子呀，本来是生不下来的，她怀的不是时候，生产的时候又是难产，胎位不正，险些搭上了一条命。可是皇上对这个孩子非常的怜爱。这宫里头的孩子呀，看似尊贵，三灾八难的，比外头的孩子多多了。此事针对你婉贵人而来，婉贵人要擅自保重了。本宫今日可以护你一次，却不能事事如此啊。谢娘娘费心周全，嫔妾有空，自当过来看望娘娘。不必了，病中残躯，不便见人。何况本宫与婉贵人不见面，才多有裨益呀。是。回禀婉贵人，娘娘身子弱，该早些回去歇息了。那嫔妾就不打扰了。娘娘，这件事该如何料理才好？是，嫔妾已经想过了，不如找个人顶出去便罢，一了百了。这样做能担保无事吗？嫔妾敢担保。那便好，只要不牵出本宫就是。日哭夜哭烦死，你抱出去哄吧。是。一会儿再抱回来。臣妾明白。